今天讲一部超好看的小成本悬疑片，女主全程智力在线，和敌人的周旋更是堪称完美。说实话，这种事如果放在男人身上，真的还不一定笑到最后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夜晚，女主小美正前往医院去看望母亲。这时导航里提示前方路段积雪太厚，建议后来的车辆停止前进。无奈的小美只好来到了附近的游客中心，这里是无人看护的休息站，旨在为路过的人免费提供歇脚。走进全部是木质结构的小屋，里面还坐着4个同样躲避风雪的人，他们分别是一对中年夫妻，一个坐在角落的长毛，还有一个长得有点小帅的卷毛。泡上一杯温暖的咖啡，小美发现手机竟然没有反应，为了能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家人，于是她来到室外开始搜寻信号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，查看之下不禁吓了一跳，原来有辆车里藏着一个被绑架的女孩。小美意识到绑匪就在休息区内，冷静之后她拍下了车的牌照，刚想安慰车内的小女孩，抬头就看见长毛正盯着这里。小美慌忙拿起手机继续搜寻信号。刚刚回到小屋，中年夫妻邀请大家玩扑克，小美心怀忐忑地坐了下来，大家一边打牌一边聊天。从谈话中得知，老黑是一名参与过战争的退伍军人。听到这里的长毛打了一个冷战。 Do you ever kill anyone? I lost count. 随着时间的推进，长毛的表现越发显得异常，每打几把就变得十分暴躁。Whoa, hey, buddy. Relax. 意识到失态的长毛匆匆离场。从他的表现来看，小美猜测这个长毛就是绑匪无疑。随后他躲进卫生间想要报警，可拨了几遍110仍旧没有信号。无奈之下写了一条求救信息，并附上了绑匪的车牌号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手机都打不通，信息自然也发不出去。因为担心女孩在车里冻死，小美决定先把她救出来。找到几个趁手的工具，她撬开了卫生间的后门，穿过一片参天大树，几分钟就绕到了房子前面。当破坏车门钻进车子，小女孩已经冻得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长毛突然回到了车上，小美急忙用毯子掩护，所幸长毛丝毫没有察觉。只见他打开暖气设备，一面警告女孩不要乱动，一面弯腰检查车内的情况。小美握紧匕指刀想要偷袭，但下一秒看到了对方的手枪。见此情形的她不再妄动，心中想到必须得找人帮忙。等到长毛下车之后，小美原路返回卫生间，然后找来卷毛将此事讲了一遍。卷毛听后显得十分冷静，他在房间找到一把射钉枪，并详细说了自己的计划。计划就是小美直接去救女孩，长毛见状肯定会尾随其后，趁着这个功夫卷毛再出手攻其不备。可当小美撕开女孩嘴上的胶布后，她的一句话让人惊出冷汗。But where are the men? 小美意识到绑匪不止一人，急忙透过车窗查看，果然还是低估了长毛和卷毛，想不到他们竟然是一伙的。随后两人朝着汽车走来，当车门被猛然拉开，小美早已没了踪影。此时的小美从后门逃回了卫生间，可她刚进来就被赶到的卷毛抓个正着。他威胁小美必须闭嘴，不然就杀掉休息区的所有人。迫于对方的压力，小美只好默认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大家重新坐到了一起，相安无事地攀谈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看到了女孩，原来她竟然跑了出来。长毛也发现了突发情况，顾不上身份暴露，他率先走出了休息区。小美和卷毛也相继离开，留下的中年夫妻显得一脸疑惑。小美躲进卫生间想偷袭卷毛，可3两下就被他按倒在地。眼看卷毛要掐死小美时，长毛从后门走了进来，听到没有找到小女孩，卷毛立刻想到利用小美或许有效。就当2个绑匪商量对策时，小美偷偷抓走了卷毛掉下的车钥匙。随后3个人冲进了暴风雪的树林，沿着地上留下的脚印，卷毛强迫小美呼喊女孩的名字。趁着大家不注意的空档，小美突然转身，小美跌跌撞撞滚下山坡，混着夜色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。与此同时，枪声惊动了休息区的中年夫妻，他们向外仔细查看，发现不远处的地上躺着一个人。随后老黑将女孩救回了房间，这时小美也踉跄着逃了回来。经过他的简单讲述，中年夫妻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同一时刻，卷毛2人赶回了休息区，因为担心屋内的老黑可能有枪，他们拿来汽油将其洒满房子周围，然后叫嚣最好交出女孩，不然就烧掉整个休息区。女人劝说不如交出人质，此话一出，立刻遭到了老黑和小美的拒绝。这时外面的绑匪说女孩是个病人，必须赶紧用药才能活下去。曾经是护士的女人证实了这一点，说女孩再不用药真的会有危险。老黑听后呼喊卷毛把药交出来，然后他们可以把车钥匙还回去。这句话点醒了卷毛，他摸索后发现车钥匙果然不见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女孩缓缓醒了过来，然而她的第一句话却让整个事件发生了反转。Is this Lowry? 原来老黑的妻子是女孩家的保姆，也是这起绑架案的策划人。几周前，小女孩惯例在家里羞辱保姆，她让对方拿着吸尘器跳舞，女人被迫无奈跳了起来。
就在小女孩开心的同时，她显然不知道自己惹下了大麻烦。紧接着有2个蒙面人冲进来绑走了她，小女孩惊恐的呼救呐喊，但保姆却表现得无动于衷。她之所以要绑架女孩，全是因为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，只要和绑匪敲诈一下女孩的富豪父亲，自己就能轻松度过难关。然而绑匪却发现女孩患有重病，如果不及时服药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运送，绑匪要求女人赶紧把药送过来。迫于无奈，女人只好骗老公说一起去度假。可不凑巧，刚刚追上绑匪，他们竟然因为暴风雪困在了休息区。眼下女人的事情败露，老黑满脸疑问地望向了妻子。就当绑匪扬言要烧掉屋子时， He doesn't have a gun! 这句话犹如平地惊雷，立刻让局势瞬间斗转。女人用防狼喷雾搞定小美，然后向老公解释起具体情况。趁着老黑还在恍惚的间隙，女人挪开了挡住房门的椅子，冲进房间的卷毛很快控制了局面。小美被长毛拉到一边，老黑手里也没了武器。女人给小女孩注射完药物，然后起身想和绑匪谈判。她天真的以为自己和老公能够全身而退，可下一秒，这一幕吓坏了所有人。女人愤怒的想冲上去，卷毛抬手一枪就送走了她。捡起地上的射钉枪，卷毛拉着小美将其拖到了墙边，不顾对方的苦苦哀求，卷毛把她的手臂钉在了木板上。剧烈的疼痛让小美短暂失语，可她并没有丧失求生欲望。长毛被这突发事件吓得不轻，卷毛扶着她去卫生间清醒一下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小美尝试用右手拔出钉子，可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份剧痛。绝望的她无意发现旁边竟然有一把起钉锤，因为工具有点距离，小美尝试几次也未能够到。这时她想到了小女孩，急忙让其过来帮忙。当2个劫匪赶回房间，小美已经将铁锤藏在了身后。卷毛过来索要车钥匙，但小美没有松口，她知道对方一旦拿到东西，自己就会被当场杀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原来是之前未发送的信息成功了。卷毛预感大事不妙，如果不尽快逃走，半小时后就会被警察抓个正着。无计可施的卷毛抓起小女孩，威胁要将她钉在地板上。小美被这丧心病狂的一招屈服，只好讲出了钥匙藏匿的地点。卷毛把枪递给长毛让其留下，自己则去寻找车钥匙。等到卷毛走后，小美深知这是最后的搏命机会，她让小女孩去把灯关掉，说是能否逃跑全靠此举。小女孩哆哆嗦嗦站起身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了开关。长毛见状举起手中的枪，怒斥女孩最好赶紧回去。小美看出长毛心存善良，判断他的人性之光不会威胁2人。在长毛手足无措之时，小女孩关掉了屋内的灯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小美迅速用起钉锤拔出了钉子。长毛推开小女孩去开灯，转身就吃了小美的重重一锤。待到卷毛回到房间，小美正拿着枪抵着长毛，卷毛手持射钉枪步步紧逼。小美警告他不要轻易妄动。正当2人僵持不下时，小女孩竟拿着铁锤冲了过来，意外来得太过突然，长毛的额头就这样打了钉子。卷毛变得神色慌张，毕竟对方是自己的亲弟弟。只见他慌忙上前搀扶并轻声安慰。趁着2兄弟说话的功夫，小美带着女孩慢慢退出了房间。卷毛安慰弟弟马上去医院，然后扶着他缓缓向外走去。可他们快到门口时，地上的血迹让长毛彻底躺平，这一下可扎扎实实的死透了。另一边的小美发动汽车，可她还没起步，愤怒的卷毛就冲了出来。面对密集的疯狂射击，没几下就打中了轮胎，失衡的汽车也顺势撞向了灯柱，冲击力让车内的2人晕了过去。看了看已经报废的汽车，卷毛转身走向了房子，再看一眼倒霉催的弟弟，他拿出了身上的火柴，并生无可恋地点燃了休息区。几分钟后，卷毛从一片火海中猛然转身，然后大踏步准备离开。此时的小美从昏迷中苏醒，好巧不巧，警察也赶了过来。聪明的卷毛反应很快，他躲在车旁说自己遭遇了绑匪。这时小美从车里探出手枪，一枪命中了卷毛。这一幕在警察看来，出现的小美才是危险人物，然后毫不犹豫开了一枪。卷毛眼疾手快，捡起地上的枪就反杀了警察。中枪的小美已经奄奄一息，此时的她正痛苦地抽搐着。卷毛蹲下身子，用枪抵着小美的脖子，然后准备说上几个名言绝句。就当他得意洋洋之际，小美握紧了手中的螺丝刀。这一招的绝地反杀，瞬间让卷毛丧失了行动力。短短几十秒，小美靠着强大的求生欲活了下来。这时的小女孩也醒了，在她轻声呼唤小美的声音中，本片宣告结束。该片虽然是小成本电影，但剧情和逻辑却是难得的完美，全程的氛围拉得很满，节奏的紧凑感更是引人入胜。单说这个结尾的反转，足以让整部片子瞬间有质的飞跃。原片大约1个半小时，推荐指数8颗星。感谢老铁们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